希望随时提出来，我们大家来做讨论。我尽可能依照我过去的经验和所知的一些观点来跟各位分享。那今天其实我们希望用另外一种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开场白来让各位能够了解接下来的6次的课程分享当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种收获。事实上，这个题目是我目前今年暑假应邀到北京中关村。陆生他是哪里？北京。北京哪？没有，我是学位生，大学部。应邀到北京中关村有一个企业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演讲。那这之间分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专利分析母体的一个精神，那也就是我们这次6堂课里面希望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在过去的一个专利的实务过程当中所不曾接触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分析，应用实务。那在这次演讲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最新的所谓的 FinTech 发展。或许你们过去有接触到所谓的金融科技，那金融科技其实事实上是比较广泛的一些议题。那这之间会有一个更所谓破坏性的这样子、破坏性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叫做 blockchain。来讲就是区块链技术。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技术上面的一些议题。那我会要去讲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其实最主要、最深层的层面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借鉴知识。很多的议题其实如果到我们法律所关注的层面上来讲，其实现在都已经与时俱进。为什么？因为科技永远是跑在法律规范前面。当 Uber 在世界一直有出主般的一些投入的一些发展和运作，以及政府的一个支持的情况之下，当然相对有一些国家法律反对。像这种东西进到台湾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保守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上来讲，就会面临到我们法律所有层面上的辅助。所以我用这样子的比喻来带出，就是说，未来我们从事法律工作，接触到智慧财产权，甚至讲得更底层一点，就是涉及到专利的议题上来讲的话，或许你们不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出征，但是你们以后会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怎么样站在你法律的一个见解跟认知上，能够很精准的去判断跟专利有关的这些所有的事物，哪怕不从事专利底层的一些工作、事务性的一些工作之外呢，我们还是希望你有某种程度的能力跟判断。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谈专利法，我们谈专利的文献。那专利的文献就会衍生几个议题。第一个，专利资料库。大家都知道，专利事实上是世界各国所必须要建制的一个所谓的官方的一个专利文献。每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申请的一个专利资料，透过专利的公开、专利的公告，理所当然，这是因为社会大众他必须要免费去截取的。那事实上，不要说法律的从业人员，研发的人员其实都会掌控住这一块。所以我是觉得一直很可惜的，就是说，这是一座宝山。甚至为了在专利审查上来讲，专利审查委员也会依据这具宝山来进行做探谈、做检索、做比对，来给予专利3个要件上面的一些审查。所以，往往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块，专利资源、专利资料库的话，其实投入太多的研发，或者是花太多的一个法律程序的成本，事实上都会造成了我们在整个无谓的一些资本的一些支出。所以对一个高度开发竞争的一些国家，其实它对善用这样子的知识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所以我直接跳到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所介绍的5个课程当中的内容。这些大概跟各位有所一些介绍之后，让你心里有个底。包括今天还有下一堂课我们阐述的较广的一个议题之外，
下次的堂课依序我们大概会涉猎到什么样的议题。一方面就是让各位有一个对专利数据库全貌的一些认识，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如果你可以提前去投入寻找一些议题，也可以在我们相关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出来，大家共同分享。在没有分享我们今天所要去做的一个概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会介绍专利说明书的撰写。这个部分不是要教你们怎么写专利说明书，而是要让你知道专利代理怎么写说明书。所以未来你在接触专利实务上来讲的话，你一定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在整个专利说明书的一个起承转合，怎么样去看到专利说明书的重点，怎么样去抓取真正细针议题当中的一个准确度。所以在这之间，我们跟各位介绍这几个 section 从专利的指导思维，从我们专利实务上来讲呢，什么叫做专利？其实专利法有很多规定，但是从我们的专利代理的一个精神跟经验上来讲的话，专利其实我套用一个美国知名的法官阐述的一句至理名言：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不可以申请专利的。所以说这种东西，其实在专利法的要求上来讲的话，任何的法律都会透过适格专利代理的一个撰写技巧，把你的创新做一些包装以及法律的规范来作为撰写。那我们会举出几个例子。第二个 section 是希望让你们了解到，在专利法里面所谓的产业利用性、所谓的新颖性、所谓的进步性这三个要件，在实务当中有没有一个判断的准则？因为各位从专利法和专利法施行细则来看，这样的要件非常笼统。文字的叙述上来讲，什么叫做产业利用性？什么叫做新颖性？新颖性的你可以继续知道。最重要的是进步性跟模棱两可。审查委员所下的进步性的一个见解，跟我们发明人以及代理人针对进步性的阐述上来讲的话，怎么样去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技术表现的法律规范，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到，这三个要件当中，在实务上怎么样去克服。第三个，我顺便提一下全部的上课资料都会电子档会通过老师的同意。那我之前跟汪老师有一个共识我觉得我的东西没有所谓的著作权，你们甚至可以任意的散播甚至我也说，学校那边有可以录音的话，可以多运用，因为我有一种期待是我希望我明年的著作出版上来讲，我们要成立一个社群，我们要用一个简单的一种所谓的一个社群的方式来讨论一些专利资料的一些概念跟分享，所以我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别人的家种种，坦白讲，仔细拆开来看，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的，这样子理念跟我们要讲的专利模拟的精神概念是一样的。未来我们讲到一个专利，讲到权利范围，拆开权利范围的一个写法，每一个 element 也都是细致的，那也都是细致可见的，没有什么创新性。但是因为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来自于技术元素的组合，就成就一个有专利的人。所以我们专利模拟的精神跟我在上课的一个理念，事实上是不谋而合。我希望这些东西用经验的分享跟传承，你们也有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大家可以做讨论。好，那回到第三个 section 就是完整揭露书。什么叫做完整揭露书？有一个概念就要拿出来专利申请，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专利的前半段的工作上来讲，就是要去审视跟挖掘发明专利里面适合的一些标的，怎么样把它转成说明书的撰写，怎么样去构思那种实施力，怎么样把你脑海当中的一句话或者是天马行空，付诸你真正实现法律所允许的这样子的一个完整性，这个就必须要有一个在揭露上来讲的话，很详实的去告诉人家、告诉社会大众、告诉审查委员我是怎么做到的。第四个部分就是可能就是专利代理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claim。专利权利范围，事实上就是各国在面对
那你要写到很广，写到很上位，又招致了很多上位的比对和过，也可能不会过。所以在一个适合的一个权利范围里面，怎么样有一个自我辨识的一个机制，怎么样用客观的角度来拿捏跟世界权利范围的保护，在这个 section 也是会有一些实际的例子跟各位做说明。有没有2个到其次啦？我想说考完会以后再邀罗老师来做讨论，这个部分我先不要过。第3次的课程当中，就是会跟各位分享一个叫做专利公报。专利公报的阅读技巧，简单讲就是政府的专利资料库所发行的专利的文献，这文献有分几块，第一个叫做公函，第二个叫做公告已经取得，甚至有些数据库呢，比如说大陆、欧洲、美国，特别是美国。美国的专利文献上还有一种叫做 PAIR 网站，就是专利的历史资料过程。也就是说，它的电子化做得非常完整。从2001年以后开始的，丢到美国专利资料局里面去做申请的，所有的文献都可以免费的在这个网站上下载。哪一次被核国，哪一次答辩，哪一次所有的官方与申请人之间的书写的往来或查询。是审查委的 comment 乃至于申请人的 response 都会在这个网站上录音，重点是它免费，人人都可以下载。所以这些所谓都属于都属于官方专利公报的一些资料库所 release 出来的一些 data。那这些资料在我们未来面对专利的一个查找，甚至专利的无效以及专利的诉讼过程当中，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的一些资料库，那你就必须要去收认这样的资料库，这样的资料库，我们在专利公报里面，我们会很广义的或者狭义的去把这些资料捞出来，来告诉你怎么样去做快速的一个解读。因为毕竟我们并不是从事理工的科技的从事研发的人员，我们不需要用一种很底层的技术来去跟你们做介绍，我们反而要用一种非专业的角度，能够很快速的从法律的见解来去看细针的这样子的一个专利文件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用一种很快速、精准的阅读的方式来抓到重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下国际专利公报，我们会介绍各国的专利说明书，它的概要。其实，专利说明书是现在全世界来讲，相较于论文资料库里面更规格化、统一化的一个技术以及法律的文件，因为它在整个文件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栏位要求上来讲的话，大同小异，只不过会有先后的一些配置上面的差别而已。所以说，专利说明书其实虽然长得不太一样，但是事实上是一样的。我会介绍几个重点的国家来跟各位讲。以后你拿到的专利文献，你就可以判断说，光是号码就知道说，这个是哪一个国家，这是哪一个状态，这是有没有权利的。第二个部分就会涉及到慢慢导向我们在陈述专利模拟的方法论的过程当中的铺陈。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叫做多份跟一份的专利公报的阅读。今天，如果你在法律诉讼的案件上，你可能会存那一份的专利资料。如果你在做专利无效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必须要找到很多份的专利资料。如果你是一个研发人员，你可能开发一个新的技术，你必须手上可能上百篇的专利资料。那些东西都已经是会诊线索之后的一种重要的专利文献。所以，怎么样从这样子的一份细针的主要的专利文献，或者是批量多份的专利文献当中，能够去做一种广义以及狭义的阅读，或者是说，在短时间当中能不能汇取多份文件当中的一种技术截取，这个我们在这边也会跟各位做个介绍。第3个 section 是如何利用专利公报找到有用的资讯，不外乎了解专利资料库，就是要采集里面很浩瀚无边的这样子的专利
美国现在公告的专利资料库就达950万个，所以这么庞大的数据库，怎么样去找到你要的那2篇，你要的那3篇，甚至很精准的找到1篇来比对，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引导的议题。那找到之后，怎么样来看这样的巨观以及它微观的资讯？因为你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所以第4个部分，我们会直接依据一个权利范围的写法，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大家可以能够去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播放的方式。我们到时候会找一个叫做第5元素这样子的一个影片这部片子大家看过吗？布鲁斯威利演的，至少20年以上，写得不错，拍得不错。那我们会截取比较的片段，把我们专利的写法当中用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播放方式来诠释我们 claim 的一个架构。第4次的课程，我们的课程方式不是从专利的制度往前去做介绍，我们是反过来。我会觉得这样的铺陈方式，各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抓住你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照理说，专利撰写是排在最后一个层，可是我一开始就跟你讲，就是专利怎么撰写，接下来公报的专利资料库，接下来就是你怎么样去做检索，最后才讲到什么一些比较普遍性的各国专利制度的介绍。那制度其实对你来讲很重要，但是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摆在最后面，然后做广义的多国的介绍。因为既然你必须要去了解专利的议题，你不单纯要了解台湾的专利法，你必须要了解大陆，了解美国、欧洲，甚至现在讲的 PCT 或者是欧盟、日本，大概都会跟各位介绍一下，让你知道就是说，各国不同的专利制度和实务过程当中有存在哪一些差异。在第4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先介入到一个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扮演一个角色，大家都会不够，我们只是把你检索的资料库，把它移植到我们专业的各国的专利资料库。你也是要打开专利的一个资料检索网页，你也是要下阐述、下 keyword 来去检索一些所 hit 到的资料的一个 response。所以说呢，这个议题就延伸就很广。我们分2个层面来跟各位介绍检索以及资料库的一个介绍。第一个层面就是必须要先了解到检索的目的。检索的目的其实这个是很深层的问题。你可能会认为检索就检索，为什么还有检索的目的？检索的目的有几个看样。第一个，你可能要做新兴的检索。所谓新兴的检索，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 idea， 有一些创新的想法，你要知道别人有没有。所以在新兴的检索上来讲的话，它是单一比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进步性的检索。什么叫进步性的检索？你可能大概知道别人有，但是你要知道别人的做法，你跟他的差异性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的进步性的比对可能涵盖2篇或2篇以上的潜在的检索。那其实呢，这个思维也就很贴近我们在专利审查上面的思维。一个专利代理，或者是你个人写的一份专利说明书，丢到智慧财产局里面去送审，经过分案到审查委的手中，他要审理你这个专利文献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做检索。所以他会去了解你的专利说明书的全貌之后，去了解你的 claim 的写法之后，接下来你才会去了解到我要检索什么东西来跟你的权利范围做比对。然后在检索过程当中，因为检索到的文献，在跟你的权利范围的比对当中，就会产生一种叫做新颖性以及进步性的比对。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新颖性都是单一比对，乃至于审查委员找到了95%一样的东西，他可能会用在本领域的自我认知，他认为有5%的差异，我认为那是很容易置换的，很容易实现的，所以不具新颖性，就这样合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
个专利的一个申请。某种程度上，其实专利代理在解决一个专利要件的问题，都在处理一个进步性的问题。因为某种程度，你在申请一个专利是花钱的，你可能你自己会做检索，产业领域上面的比对相关的判断，或者你会要求代理人帮我检索一下，看是不是别人有我这样子的一个相同发明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就会产生绝大部分大家都有准备某种程度的差异性来做评审，所以这些东西都很客观的。唯独的就是很主观的，就是我认为它具有进步性，审查委员认为它不具有进步性，所以会产生彼此之间的这样子这个争节点，然后会我们必须要依据证据，依据专利说明书以及审查委员引证的资料的结合，我们来论述到底是审查委员认为不具进步性呢，还是我们认为具有进步性？好，所以这个在实务上来讲的话，第一个阶段在信心进步性的一个解说上，就必须要有不同的切入。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检索的议题，事实上只是贴近一个审查的一个思维当中，我们只是提前把它做出来，做一些检索的一些目的上面的界定。那第二个议题，我们会介绍一些工具。其实这几年下来我对工具的专业，其实我们自己现在在写程式，希望能够用一个更友善、更有效率的一个分析的图工具是有其必要，因为现在所有的官方的资料库都是透过网络查找的方式，都是透过一个页面列表的方式，都是透过逐一翻页。比如说美国专利资料库，它可能有20页，那你要看它的影像档，可能主题就是第1页、第2页、第3页这样子。那这之间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要去找专利而已，我们还要下载专利，我们还要下载多篇专利，我们还要下载多篇专利，再进行专利的价值分析，甚至回到我们最后课程当中的一个阐述的专利母体的一个境界。我们希望下载多篇专利之后，再针对不同的专利分析，再针对专利里面潜藏的专利元素的提取，再透过一种智能的演算法提取出来的元素，再做重组，来产生新的专利。虽然各位现在想的专利母体是很抽象，我想说透过这几次的课程，我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带到我今天所讲的专利母体真正厉害。所以说呢，我们在做专利检索的工具上来讲，我们会设备很多的tool，国内外的很多的工具，有一些是免费的，有一些付费的，有一些是数据库资料要花钱买的，有些是比如说百度，比如说 Google 免费的这样即时性的非即时性的官方的数据资料，让各位去了解到，就是说，其实你要找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的专利，你可能会透过哪一种工具或平台或网络，能够更加的便利，而不是只是说我要到美国官网才能够找到美国专利文件，要到日本的专利局才能调到日本的专利文件，到韩国的专利局才能调到韩国专利文件，不是这样子。所以会有很多的 tool， 其实它已经写好来帮助你快速的来捞取你要的这些资料。那第3个 section 就跟各位介绍一个专利检索分类，这个是在整个检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常常界定就是专利分类就等于是怎么讲呢？专利假设是一场游戏的话，分类就是它的游戏规则。所以你要参与这样的游戏，你要去找这些资料作为你的证据的依据上来讲的话，你不能像 Google、雅虎随便下个 keyword 就能期待捞到你的资料。大家都知道网络的检索你下什么它就会什么。所以你不是很精准的话，以美国专利资料库现在950万多笔，你随便下个资料库，也给你200万笔，对你来讲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好，你说你在内容上再下一些限制它给你1000笔也
所以说，那个精准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 step by step 的一个检索。所以我们在整个分类的介绍上就变成是说，你必须要透过分类的界定和理解，除了关键字以外，是不是能够用一些更专业的栏位来很精准的去找到我们要的一些专利文献？这个在专利检索分类我们会详细的会做一些很 detail 的探讨。再来就是专利检索资料库的一个介绍与运用，这个跟专利工具的一些设备不太一样。这个我们是会回到专利资料库，各国的专利资料库介绍，因为毕竟，你去了解那个专利资料库本身，希望用一种非技术的角度去陈述和介绍这样子资料库，最大的用意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专利资料库还有一些限制在。政府虽然公开很多文献在那边，但是那一些是把它数位化的一个检索的页面，放在政府的官网当中。你怎么样把它的数据库再透过这个界面把它捞到你自己要的电脑里面来？这就必须要所谓的一个检索以及你在整个下载上面的一些议题。所以它在这界定这样的资料结构上来讲，存在的有些问题，很少人去探讨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说，也趁这样子的课程跟各位分享，存在哪一些问题，在检索过程当中不要人云亦云。这不是政府的错，而是政府在转换这样的数据库过程当中，建置一个 database 的过程的一个栏位过程当中存在的缺陷。这样的缺陷，往往造成了很多在检索上面不精准，但是大家很少去看到的细腻的部分。那我们最后可以用一个台湾专利资料的解释书，因为毕竟同种的语言在检索上来讲的话，在议题上，在操作性上来讲的话，大家的直观性会比较好。我们用一个台湾的一个专利检索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来做说明。那第5次的课程当中，就会再延伸我们在专利资料库在检索议题当中所不足和跟细腻上面、技巧上面的一些分享。这之间呢，会涉及到几个议题。第一个，怎么样运用关键字和关键词？大家都会检索，现在大家都很会 Google。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 Google 的词性都用什么？名词，对不对？一个标的，所以无可厚非，就是大家已经习惯在，因为你不是很把它当很学术的、很严谨的、很法律的这件事情在做检索这件事，所以你没有，我刚给这样的议题，这是要给各位一个启发。如果你还是一样把过去在检索的一种惯性跟习惯的话，把它拿到专利资料库的检索，那我可以跟你讲，我们这种课程没有意义。为什么？你一样只是下一些，我们在词境上来讲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 term， 这个但是属于名词的话，那它只能把这个名词的直观跟间接性的这些相关性绕到你面前来。我们只能说，名词在专利文献里面，它是一种范畴，它是一种范畴。你只能讲说涉及到跟这个议题有关的，我都捞给你。那可以想见的，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过滤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会非常多。它是一个领域嘛，它是一个范畴嘛。比如说我要检索 notebook， 就打 notebook， 没有错啊，出来都是跟 notebook 有关的。但是你不是要了解 notebook 的技术嘛，了解 notebook 的特征嘛？很多的专利其实名词只是一个产品当中的最广义的边界，它不能给你代表说，我在这个边界当中来告诉你要的特征是什么。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专利检索，我们有开宗明义讲，我们必须要检索新颖性的比对啊。你在 notebook 里面，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实现你的方案的？你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采取的技术特征是什么？你的手段是什么？这些东西不能用广义的一个名词就涵盖所有的特征，更何况进步性的判断会有更复杂的技术的比对。所以我们这边是要跟各位阐述一个很明确的观念，就是说，
关键字、关键词的运用不单纯只是名词这个看而已。在我们做专利撰写的说明书的一个训练上来讲的话 ，claim 的撰写、方法的表现，甚至我们用美式的训练的方式，用英文去写出一套 claim 的写法上来讲的话，第一堂课我们就要告诉专利代理，你在写一种步骤的过程当中，你是用动名词来带出你这个步骤所要呈现出的意涵。你的这一句话是用 VING 的方式。各位如果以后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的专利说明书的时候，你去看它的方法项，方法项的巴黎的部分呢，它可能呈现的语言，每一个步骤所呈现带出的第一个一定是 VING， 动名词来带出我今天做到什么样的功效，达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做了哪些事情。所以呢，很显然的，动作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关键字上来讲呢，某种程度它带出了一种技术特征的地带。另外一种关键词，它是一种副词或者是形容词上，它可能在某个技术、某个标的当中，它赋予形容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当中的一种特征表现。所以我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不外乎就是要告诉各位，其实关键字跟关键词上来讲的话，它代表的不是一个名词的特点，它